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我是17区块的蒜蓉姐姐。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加密货币市场的最新动态和热点话题。无论您是加密货币的投资者、爱好者，还是对新兴科技的关注者，都将为您带来有价值的信息。首先，我们将探讨加密货币市场的下一个热点。根据 Bernstein 的预测，一些颇具潜力的去中心化金融 DeFi 资产，如 Uniswap 和 Aave 有望成为 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候选。我们将深入了解这些项目的特点和前景，并了解它们在传统金融市场中的潜在影响。其次，我们将关注 Solana， 一条备受关注的区块链平台。Solana 以其高度可扩展性和低成本的特点，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我们将了解 Solana 生态系统的发展，以及资金流入持续增加的原因。第三个话题将聚焦于 XRP， 一种备受争议的加密货币。我们将探索 XRP 有望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可能性，并了解 Ripple 首席技术官对此的看法。这一发展如何影响加密货币市场以及全球金融体系，都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最后，我们将关注卡尔达诺 Cardano， 一条备受瞩目的区块链项目。卡尔达诺的交易量在过去几个月内呈现爆发式增长，表明市场对其的兴趣与日俱增。我们将分析卡尔达诺的发展趋势，并了解其在去中心化金融和智能合约领域的创新。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您对区块链的新闻消息感兴趣，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专注于分享最新、准确和有价值的区块链新闻内容，帮助您了解行业动态和趋势。感谢您的支持。根据 Bernstein 的最新报告，除了比特币现货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还将有其他加密货币的 ETF 机会。该报告预测，行业将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推出首个比特币现货 ETF， 随后是以太坊现货 ETF。 报告还表示，资产管理行业将探索其他顶级区块链和去中心化金融 DeFi 资产作为潜在的 ETF 候选品种。这份报告是在上周世界最大的加密资产管理公司 Grayscale 赢得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诉讼之后发布的。此诉讼为 Grayscale 比特币信托基金 GBTC 转变为 ETF 铺平了道路。考虑到以太坊也有类似的芝商所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结构，分析师表示，在比特币 ETF 获批之后，资产管理行业对以太坊现货 ETF 的压力将会紧随其后。分析师还表示，资产管理行业将超越比特币和以太坊，进入 Solana 和 Polygon 等领域。他们还提到了领先的 DeFi 资产，包括 Uniswap 和 Aave， 作为可能的 ETF 目标。分析师称，这对于资产管理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可以在不断增长的资产类别中获得可观的佣金。尽管投资者正在从另类币加密资金中撤资，但 Solana 是一个例外。根据欧洲数字资产管理公司 CoinShares 在周一发布的报告，过去7周，投资者大部分撤离了加密投资产品。然而，在过去9周中，机构投资者一直在将资金投入市值排名第10的数字资产 Solana SAL。CoinShares 表示，过去1周，通过加密投资提供商投资了70万美元的 SAL， 使该加密货币成为目前投资者最喜爱的另类币。目前，年初至今对 SAL 的资金流入总额为2600万美元。相比之下，过去1周，投资者从 Polygon 投资产品中撤资860万美元，从以太坊中撤资320万美元。投资者在过去的19周中持续从做空比特币的产品中撤资，但他们投资了380万美元的比特币，这是市值最大的数字资产。Solana 是一种区块链，开发人员可以在其上构建去中心化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可以是从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到去中心化金融借贷协议等任何类型的应用程序。Solana 的交易代币是 SAL， 用于在该区块链上进行交易。最近 MakerDAO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Rune Christensen 建议在 Solana 平台上推出该项目的新链。该报告还指出，
上周的交易量比平均水平高得多，总计达到28亿美元。Solana SO 是目前投资者最喜爱的另类币之一。过去9周，机构投资者一直在将资金投入 Solana， 使其成为市值排名第10的数字资产。与此同时，其他另类币的资金流出不断增加。Solana 是一种区块链，用于构建各种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它的交易代币是 SOL。近期，一些重要人物和项目选择在 Solana 上展开新的创新。这一趋势表明 ，Solana 在投资者中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可。根据 Ripple 首席技术官 David Schwartz 的观点 ，XRP 有望成为未来世界的储备货币。他认为，世界上很多人会对没有任何控制者的储备货币感到满意。尽管这是一个疯狂的设想，但他对此抱有希望。在最近的 Twitter Stasis 活动中 ，David Schwartz 描绘了一个场景。即 XRP 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施瓦茨表示，他认为很多国家已经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感到厌倦，愿意尝试寻找替代品。他称之为数字资产的一个疯狂案例。如果各国意识到美元不会永远作为储备货币，可能会选择一种没有任何控制者的数字货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他用银行的类比解释，大多数较小的银行希望改变由大银行设定的系统，使新系统能够对他们有利，而不仅仅迎合少数成功和强大实体的需求。施瓦茨进一步解释说，较小的国家会意识到自己的货币无法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但他们不希望看到竞争对手国家获得不公平的进展。因此，这些国家可能选择一种没有任何控制者的数字货币，比如 XRP。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尤其是那些不受他们地缘政治对手控制的货币。在本周早些时候举行的 Twitter Stasis 活动中，几位知名的 XRP 分析师、交易员和爱好者参与了讨论。他们讨论了过去几个月区块链和汇款代币领域的一些起伏情况。SEC 对 Ripple 的案件是谈话的重要部分。一些成员批评了这个监管机构对加密领域中几家企业的有针对性的打击。这些观点显示出 XRP 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的潜力和影响力，以及数字货币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随着加密行业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未来 XRP 是否能够实现这一愿景，还需要时间和进一步的观察。卡尔达诺自1月份以来的交易量增长了 1700%。即使市场趋于平稳，数据卡尔达诺正在见证用户参与度和对协议的兴趣增长。卡尔达诺的本地代币最近经历了明显的价值下跌，过去1个月其价格下跌了约 17%。然而，在同一时期，链上活动却超出了预期。根据 Sentiment 的最新数据，考虑到与其4月份高峰相比，市场价值的低迷，卡尔达诺的交易量激增非常引人注目。自今年年初以来 ，ADA 的周链上交易量已经增长了 1700%。数据还表明，围绕 ADA 的持续讨论和参与率表明，交易者对这种加密资产的兴趣并没有受到价格下跌的影响。尽管与4月份的市场高点相比，卡尔达诺的市值受到压制，但其仍然在经历链上交易量的增长。实用性在任何反弹中起着重要作用，加上适度的 ADA 社交主导地位，仍然具有潜力。与此同时，卡尔达诺在开发者活动方面甚至超过了几个知名项目，包括 Hedera、Chainlink 和 Cosmos。在8月份，这种增加的活动水平基本上表明了对创新和网络能力潜力的承诺。在 NFT 领域，卡尔达诺也在逐渐崛起，其 NFT 底价飙升，甚至短暂超过了以太坊，成为一个主导的生态系统。与此同时，根据 DeFi Llama 的数据，该网络的总锁定价值 TVL 约为 1.5 亿美元，自2023年1月以来增长了近 200%。尽管上升的 TVL 表明对卡尔达诺的 DeFi 生态系统的持续兴趣，但网络上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 的交易量在过去1个月内有所下降。这些数据显示用户对卡尔达诺的持续参与和兴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